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金，这是一档我们全新的服装节目《略知一二》。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80年代末，我老爸呢就是我们村里面炙手可热的裁缝教师，所以我一出生，师傅就注定了这一生的命运。我还没有学会走路，就已经学会了踩缝纫机。16岁那年，我初二，还没有谈过恋爱。因为踩缝纫机的天赋，我就被赋予了振兴家族的这种厚望。在我家只有5个人的工厂，开启了缝毛衣和织毛衣的商海生涯。略知一二这档节目呢，就是我们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聊一聊关于服装相关的一些事情。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多理解多批评。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要来讨论一下，为什么中国风服装这些设计师都喜欢用龙来设计。那我们在淘宝上一搜中国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各种大龙的这种图案的衣服简直惨不忍睹。那我们今天呢，买了几件特别有代表性的，来跟大家聊一聊。先给大家来看看2套错误示范大龙的3件套材料呢是棉和氨纶，整体的质地呢非常细腻，手感柔软，配合大面积的这个烫金图案呢相得益彰，细节呢处理得非常好。它这个龙上面还有这个烫钻，使得它的这个触感呢更加真实质感呢极强，彰显庄重、沉稳、油腻，特别适合一些有生活阅历的男性穿着。那这一款宽松的潮流 T 恤呢，它是冰丝的这种材料，手感呢也非常软，透气性呢非常好。它的灵感呢是来源于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4大神兽，什么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反正元素非常丰富。整体的这个图案呢，装饰设计呢，色彩对比非常强烈，冲击力很强。那它这个龙腾的图案呢，加上这种3D 的这种印花技术呢，颜色呢丰富多彩，非常富有故事性。适合呢喜欢彰显个性追求自我表达的人穿着。弹幕互动一下，来喜欢的扣个1，抽奖送出去。这套绿色的短袖衬衫呢，正面呢印了这种繁体字的龙，然后还有一条这个龙纹，面料呢是纯棉的。它的设计呢，主要是以这种平面的图形这种视觉这种展示通过这种立体的这种线条感，然后穿插在这个繁体字这个龙，营造的一种空间错位感。然后它这个龙的这种又是这种镂空的印，还是这种立体的这种胶印，所以整个的质感看上去很不错。它的整体的风格呢是偏这种美式街头风，因为它这个品牌本来就是一个潮牌。这件 T 呢，它的灵感来自于这种中国传统的工艺扎染，整个衣服的面料呢是棉的，然后很软很舒服。正面呢就很干净，就是一个 logo 的刺绣，后背呢是一个大面积的胶印，一个文字，还有一个飞的龙。它这条龙呢也是有点这种素描简笔画的这种龙，设计就比较小。这个龙就是设计的时候不要太大，不要特别强烈，这样可能年轻人接受度相对比较高一点。灰色的这种宽松外套，它采用的是这种绣棉锦纶面料，正面的这个印花呢是这种雕龙的这种图案，然后灵感来于这种水墨画。背面呢它有这种俏皮可爱的这种英文字母的搭配，这也是典型的将这种中西方的文化潮流呢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然后袖口呢是这种束口的设计，然后它这件衣服呢里面做的是这种2层的，比较偏秋冬装。其实整件衣服如果是做成绣花的可能会更漂亮，但是呢可能会成本会贵很多这件黑色的工装裤呢，这个是我特别喜欢。乍一看有没有觉得像我们这个门口练太极拳的大爷们穿的这个泰迪服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设计就很好。其实它是一件潮牌的版型，然后加上了就是我们这种中国龙这种暗纹，用的是这种金属棉，很有光泽感。这种面料呢很轻薄舒适，穿在身上呢很有垂感，特别是女生很能够体现这种身材这种线条这种比例。来，我们大家弹幕互动一下，这几套衣服你们觉得哪一套设计的最好看？所以说回来，为什么这些大龙的衣服设计的不好，就很容易土呢？那我们觉得呢，本质上呢，是因为这些设计呢，对龙这个元素呢，没有进行该有的提炼，而只是呢非常简单的这种粗暴的这种生搬硬套，也没有尊重衣服本身这个样式版型也没有考虑过目标人群很多都是自以为是的想法。而龙这样的元素呢，在大众的心目当中呢，又象征着的权力地位，所以本身这个符号性就特别强。所以一旦过头了，人对衣服而言呢，更像一个陪衬。那什么是土呢？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就是我们认为太过于直接，就像一个人认为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我就要开豪车戴大金链子，所以我们经常会称之为土豪。所以土在很多时候就是不够优雅，不够细腻。所以呢，服装设计呢，我认为呢也是应该如此好的，我们看完这些，我们这种国内的这些淘宝上的，我们来看一看高级的国际奢侈品大
大牌他们如何设计这种中国龙的，比如说大名鼎鼎的 Supreme， 那他们做了一个系列这种龙呢，也是用了这种大面积的刺绣的技术，那看起来呢也是呢做了这种特殊的处理，感觉非常光滑细腻。这整个的设计呢，我觉得就是中规中矩，就很保守、很常规的设计，一条龙啊盘在衣服上面。那其实，在淘宝上呢，我们早就形成这种龙的这种设计风格了。当然了，潮牌呢一般呢也不太喜欢这种过于复杂的设计，可能在老外眼里面已经很酷了，对吧？毕竟他们没有看过，对吧？那我们呢主要见了太多了，所以就不觉得稀奇了，就不酷了。还有呢，法国的一个时装品牌叫巴尔曼，他们把龙元素呢和日式的这种风格呢，相结合，设计中呢也是加了大量的这种刺绣啊、亮片，非常夸张的这种廓形啊，很性感的这种网纹啊和镂空以及这种几何的元素呢混搭，使服装呢充满层次感和视觉冲击力。尤其是这套镂空的啊，就是看上去应该是手工做的，很多亮片、很立体的这种龙纹啊，盘在这种袖子两侧、领子啊，这套衣服我都想穿了。像 GUCCI 呢，他们之前呢也用了很多龙的这种元素，他们就是很复古的颜色，还有一些这种宫廷的这种元素，还有一些反光的这种面料啊，也是大面积的龙的这种刺绣。他们这种东西方的这种融合呢，感觉有点穿越感。反正 GUCCI 他们这种牌子啊，设计衣服啊，就让你觉得很贵，买不起，豪华。华伦天奴的设计呢，他们也是非常喜欢中国元素的，但他们这套成衣呢，对这个龙的元素呢，体现相对比较直接粗暴，而且有点缺乏这种中国龙那种强势和神秘感。那我们国内呢，其实也有一些很厉害的这种高奢的这些设计师设计的一些作品，也是被业内呢比较认可的。说到中国风，就一定要讲到这位设计师啊，劳伦斯许，听起来跟我的名字有点像，是吧？那想必大家都看过范冰冰这张照片啊，当年那是轰动国内外啊。这个设计师的特点就是中西合璧，完全的西方的这种裁剪和版型，极其东方的这种古典的这种设计元素。那这种设计语言呢，也是被目前呢国内众多设计师呢所学习和尊崇的。包括呢国培也是国内呢公认做中国风做的最好的了。那他这个系列呢，为了增添龙这个气势，借助了这种非常夸张的这种变形的手法，比如将龙头呢变大，面部刻画的比较细致复杂，身体呢变长等特点，它又起到了画龙点睛的这种强调的作用。这种夸张手法呢，一般呢用在这种高级服装的定制当中呢比较合适，比较符合这种特定场合、特定的主题，反正就是拍照效果出来非常好啊。所以你看，明星呢走红毯呢很喜欢穿这种衣服。另外一个华裔设计师许明，他呢做了一个将龙呢与纸质、纤维结合在一起，既有呢这种传统的这种传承呢，又有这种新材料的这种探索。为什么这些高端的这种奢侈品大牌，他们也很喜欢中国龙的这种元素呢？除了这是一个中国风明显的一个图腾，迎合我们中国的市场之外，某种程度来讲呢，龙呢是我们一个中国老百姓都很接受的一个很接地气的一个元素。我在网上呢看到了一个圈绕理论，很有意思啊。这个圈绕理论认为之所以像 LV香奈儿GUCCI这些来自于顶层的这种时尚品牌会选择与底层的这种相对比较接地气的这种元素进行混搭，是因为呢社会顶层的这群人面对中层的步步紧逼和模仿所做出的一种区分性的尝试。换句话说呢，就是时尚信号呢如今呢会绕过中层阶级，直接从底层阶级传递到顶层阶级。而身处顶层社会的这群人们呢，他又不可能完全采取会使得自己身份标签丧失的这种底层的这种信号。那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说他们将带有底层的信号的这种元素与顶层的这种信号元素呢进行混搭在一起。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原本设计很土的一些东西，以一些这种别样的方式展现出来后呢，反而会受到大众的热捧，就是不是听得云里雾里，是吧？举例子就好比说，我们农民工的这种编织袋，对吧？我们没有觉得任何的时尚感，但是有一天，奢侈品去做了，你就忽然发现高端了、时尚了，甚至自己想要买一个背一背，就是这个意思。那说了这么多呢，其实呢，我们发现中国服装品牌呢这几年呢，其实做的也越来越好了。除了这些什么高阶定制这种奢侈品牌，像李宁安踏这些运动品牌，以及像 Clout 这些潮流品牌，以及淘宝品牌，其实都在努力朝着这种中国风的方向去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消费者我们发现也对国产品牌的接受越来越高了。比如像前段时间红夏尔克这个事情，那这个结果至少说明了国产品牌呢确实进步了。但是我们发现当我们聊到这些国产品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呢始终有一个绕不去的一个疙瘩，就是我们发现几乎没有太多优秀的中国风设计产品。包括我们上一次呢做了一期这种国潮品牌的视频，这个评论区的批评声音非常大。那我们觉得呢，设计师呢也非常有必要听一听消费者的声音。消费者我们觉得呢也需要给这些品牌一些机会，对吧？该骂的骂，该夸的呢还是得夸。那中国风呢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设计风格，那我觉得也需要消费者、设计师大家都共同去努力，共同去成长。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本期的虐之一那说的不对的地方呢，请大家弹幕评论多批评如果你喜欢的话，请给我们这个视频一个点赞，感谢。